DC 高能美剧《超人与路易斯》第2季正式回归。这一次，我们的中年大超又将面临怎样的麻烦呢？我是瓜皮儿，《超人与路易斯》第2季前情提要。克星第二子摩根·艾奇早于克拉克降临地球，他本名泰尔罗，背负着重建克星的使命，这意味着要将地球人灭绝，侵占领地。地球也是克拉克的家，有着他在乎的人，两难之中选择了守护地球，凭一己之力与克星大军开战，得到了钢人约翰与岳父山姆的鼎力相助。摩根的歼灭计划彻底付之东流之后，山姆将军卸任国防部老大一职，约翰也定居在了这颗陌生星球。本以为一切都画上了句号，却见一逃生舱迫降在了肯特农场，上面下来的女孩正是约翰原世界的女儿娜塔莉。Mom？女孩见到路易斯欣喜若狂，可约翰赶忙拉住了她。这个世界的路易斯并不是娜塔莉的母亲，她不停地解释着最近发生的事，而路易斯呢，全程呆愣在原地，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发生的一切。就这样过了3个月，娜塔莉不得不融入到这个世界中。约翰每天要做的事儿就是让女儿接受现实。今天也是娜塔莉重新上学的日子，学校同学都和曾经的世界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没人记得她。而最令她难过的是，自己的妈妈在这个世界有了别的家庭。这个问题不仅折磨着娜塔莉，同时也折磨着路易斯。克拉克不止一次希望他能和娜塔莉聊聊，但路易斯总是没办法开口。他现在还要忙着招聘。斯莫维尔公报急缺人手，可前来应聘的没有一个是路易斯看得上的。克拉克建议他适当降低要求，比起经验丰富的老油条，他们报社可能更需要满怀热情的新人。而今年孩子们都15岁，是情窦初开、荷尔蒙爆棚的岁数。 Oh, whoa. Something wrong? Wow, you'll smell. Wow. Interesting cologne, sweetie. Yeah, you put on the whole bottle there, Chief? 乔丹认认真真打扮了自己，还喷了过量的香水增加好感度，只为了那1个月没见过面的 Sarah。 克拉克对2个孩子比较放心，只是提醒了一句早点回家。斯莫维尔成了一大知名的旅游景点，因为超人在这里对抗过克星大军。克拉克无意间带动了整个家乡的 GDP。 凯尔望着镇上的变化，只能无奈摇头。当初摩根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可是害得自己成了背锅侠。他不知道这种带动经济的方式是好是坏。Sarah 夏令营归来，爹妈赶紧就笑脸迎接，但显然这次夏令营女儿是带着秘密的。作为家长，凯尔和拉娜也没有多问。继摩根一事发酵后，斯莫维尔小镇迎来了新一轮议员大选，丹尼尔和乔治2位竞选者暗地里较起了劲儿，拉娜便站在前者的阵营里，可以说生活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政治里面了。凯尔虽然有些嫉妒，但也不愿意扫妻子的兴。乔丹已经迫不及待见面，直接就奔了 Sarah 家。超级听力告诉他 Sarah 并不是很兴奋，门一开，乔丹马上表达了思念，可 Sarah 却以竞选为理由延迟了见面，约好1小时后在池塘见面。另一边，校队也在为之后的比赛紧锣密鼓地训练着，乔纳森只能当替补坐冷板凳，他几个月前的骨折才刚刚痊愈，只能对赛场投以了羡慕的眼神。克拉克作为助教，属实也是无能为力啊，毕竟主教练的初衷是不让乔纳森伤势复发。一片好意却得不到乔纳森的理解，克拉克怎么好言相劝也没有用，结果女朋友坎迪斯一句话就让乔纳森乖顺了下来。克拉克直接就是一个大无语，难怪人们总说有了媳妇儿忘了爹。很快克拉克就听到了求救的声音，一艘朝鲜核潜艇发生故障，正失控沉入大海，随时会被水压扁。他借口去修理拖拉机，趁女孩不注意飞向了天空。克拉克很快在大洋上锁定了潜艇的位置，但一阵剧烈头痛袭来，脑中闪过几段零碎画面。克拉克一个恍惚坠入深海，同时核潜艇仍然在下沉，舱内因为挤压损坏严重，船员们命悬一线，所有呼救都没有得到回应。克拉克还在与头痛斗争，却猛然被呼救声唤醒。他赶在出事前将核潜艇抬出了水面，并将他们送回了朝鲜领域。生物立场，生物立场，生物立场啊！潜水艇没散架是因为超人自带生物立场，获救人们欢喜地抱在一起，不停答谢这个异域英雄。大超回应了一个手势后就离开了现场。斯莫维尔公报内，名叫麦克的青年前来应聘，传统的记者工作流程他会，新媒体的工作流程他也会，并且经营着自己的推特账号，经常发布些预测性报道。但路易斯还是让他回家等信儿了。
一是他那些预测性报道的导向性极强，二是这人一看就属于衰减性热情工作者，距离路易斯目标中的工作伙伴还差得远。克里斯对他的苛刻要求也十分无奈。路易斯刚回到家，就听到2楼传来奇奇怪怪的声音，进门一看，顿时火冒三丈啊！乔纳森差点就跟小女友生米煮熟饭了。接下来等待男孩的将会是一份妈妈的关爱。国防部内，安德森坐上了山姆的位置，此时他正跟上头通电话，事情自然跟超人有关。军方和政府都很不满意超人的做法，美利坚跟朝鲜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，他救了朝鲜人，还把核潜艇送回了朝鲜领域。倘若是趁机把潜艇送到美国领域，也就不说了。他们想强行让超人选择政治立场，万事都要以美国的利益为主。克拉克自然不会答应啊，他效忠的是整个地球，并非是某个国家，能做到最大的承诺就只能是协助国防部。安德森希望他尽快坚定下想法，本土英雄就该为本土卖命，否则军方和政府可能就得考虑其他解决办法了。这不仅是安德森的想法，更是上头的意思。这种威胁大朝并不在意，他本就没打算成为某个国家的武器。呼救器的声音响起，克拉克闻讯赶回了家。这一回家就听说了乔纳森煮饭的事儿，得知是克拉克留下2个孩子独自在家，路易斯直接就让乔纳森上楼，你爸和我要好好谈谈。路易斯不由担心起了乔丹，那孩子不会也在煮饭吗？克拉克立马给男孩们辩解了起来，相信他们自有分寸，毕竟我这个当爹的30多岁才刚煮饭啊。路易斯让克拉克盯紧点孩子们，除非想在9个月后当爷爷。克拉克看出来了，路易斯准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，没想到自己这么一猜，反倒激怒了路易斯。他责备克拉克当爹不心细，克拉克却怪他小题大做，早恋的事儿不至于动用呼叫器。夫妻俩你一嘴我一嘴，吵了个两败俱伤。事实上，路易斯对乔丹的担忧是多余的。男孩这会儿正用着超人的力量撩妹呢，他尝试用各种温馨的办法讨 Sarah 开心。这个池塘也是半年前2人误闯被捕的地方，显然这个地方让 Sarah 有了不好的回忆。没一会儿他就离开了，表示心情好点再跟乔丹约会。拉娜在家里举办了拉票派对，有了摩根的先例，镇上的百姓开始防备着丹尼尔这类人。不过丹尼尔并不在意，他想切切实实为斯莫维尔做些事，小到为教育工作者涨薪水，大到建设公园增加基础设施。又有着拉娜这样的得力助手，丹尼尔很快赢得了民心。凯尔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呀，妻子也太了解丹尼尔了吧。不过他这次并没有乱想，他去厨房准备点心，刚好遇到了姗姗来迟的克拉克。凯尔很快看出他有心事，一直以为克拉克和路易斯是模范夫妇，从来不会吵架。克拉克只要坦白，他认为路易斯有事瞒着自己。凯尔却给了他建议，女人是琢磨不透的生物，通常来说，越琢磨不透的地方越危险。等到所有人走后，克拉克仍然没离开。作为哥们儿，他顺口替凯尔说了几句话，这让拉娜笑了一下，把克拉克当成了打探情报的奸细。他也感觉凯尔最近有些神经紧绷啊，就好像有什么秘密藏在心里，不管怎么问都只知道逃避，最终就导致双方有了矛盾。这种感觉太清楚了。这既是凯尔也是路易斯，两人刚想好饮一杯相互诉苦，就感觉地面传来了细微的震颤。这震颤对克拉克来说却极其强烈。车库里，凯尔正修着自己的老跑车， Sarah 回到了家，在一旁问起了老爹的维修进度，父女俩就聊了起来。作为一个女儿的父亲，凯尔首先就盘问了乔丹手脚老不老实这事儿。不过一听孩子们的约会过程，凯尔就知道乔丹这家伙丢了安全感，所以才四处想讨女方欢心。同时他也告诉女儿要坦诚相处，既然两个人的关系全部由 Sarah 来定夺，那就要把所有的事情实话实说，这样对双方都好。之后他就带着女儿一起修起了老跑车。另一边，乔丹也到了家，面对同样的问题，乔丹的回答是今天还不错。去池塘约会前，他先询问了那里的主人，得到了同意，避免又被警察抓走。只可惜结果并不好，乔丹心情很差，也就没和母亲多说。路易斯也并没有多问，有些事儿还得是小哥俩才能聊得开呀。乔纳森认为 Sarah 的行为很可疑，这话一出，吓得乔丹差点晕过去。哥哥马上改口说：“你俩指定没事儿。”感觉老弟还是有点害怕，乔纳森就把白天的事说了出来，拿自己的悲惨遭遇来安抚老弟。因为自己的状况导致全家人跟着一起烦心。路易斯很自责，他决定把烦心事说给克拉克听，要从娜塔莉来到这个世界说起了。眼看着女孩冲着自己喊妈妈，而自己内心却毫无感觉，这让路易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当初自己和妹妹露西也是那样的喊着妈妈，可最终她还是离开了。路易斯太能理解娜塔莉的那种感受了，眼睁睁看着母亲抛弃了自己，这也是导致他数个月来情绪不稳定的原因。每当克拉克提起娜塔莉时，总会让路易斯联想到自己的经历，正是这种感同身受让路易斯不敢去面对娜塔莉。
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，而克拉克却很理性。既然路易斯不是娜塔莉的母亲，就不必担上那份愧疚。或许换种方式产生交集，对双方都好。就在夫妻俩以拥抱瓦解烦恼的时候，斯莫维尔再次震颤。克拉克瞥见了开裂的玻璃，他知道地震要来了，让路易斯带孩子们躲起来，自己则是飞上天寻找需要帮助的人。地震来得强烈，大潮游走在小镇各地，求救声吸引他来到矿井。可到这儿却发现2个佩戴自己标志的神秘人，这种头疼的感觉再次传来，就好似地底深处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。待克拉克缓过神来，刚刚那2个人也消失不见了。确保地震的现象消失了，克拉克飞向了更高的地方，也因此听见了安德森的秘密。在国防部内，他见到了刚刚那2个神秘人，安德森也不装了，摊牌了。这2人就是异能学校的学生，国防部训练他们为美国效力。克拉克清楚，这种孩子应对不了更危险的情况，但安德森不以为意。既然你超人不愿意效忠美国，那我们就训练一批效忠美国的超人。这样大超暴怒，他只会效忠整个地球。安德森依旧是那副嘴脸，不把美国放在第一位，那你就不再是国防部的盟友。他交还了呼叫器，什么时候想清楚就带钢人一起过来。克拉克不想浪费时间，他只想知道安德森为什么私自把自己的标志用在其他地方。 That's the most recognizable symbol on the planet.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that we are the good guys. America can have more than one Superman. 这也太没利见了。约翰这边苦等3小时才等来娜塔莉，他很想发火，平时的说教全都等于放屁呗。娜塔莉却表示，今天她根本没上完课，自己世界里最要好的姐妹在这里却不认识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唯独她和所有人不同。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妈妈，在这个世界都有了其他儿子。这3个月以来，娜塔莉只学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她不属于这个世界。2个男孩打扫着残渣，路易斯望着那副刺绣上的裂痕，他决定要修复和娜塔莉之间的关系，于是主动给约翰打去了电话。看见路易斯的那一刻，娜塔莉赌气地离开了，跟约翰对视了一眼，路易斯便追了出去。他不是娜塔莉的妈妈，也没打算装作是他妈妈。路易斯希望2人可以当朋友，他愿意让这个失去家园、失去家人的孩子闯入自己的生活。娜塔莉虽然倔强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他需要的。拉娜想到了克拉克之前说的话，也为凯尔打了针强心剂，2人当场就互啃了起来。不幸被 Sarah 碰见，还调侃了爹妈2句，这让凯尔和拉娜会心一笑。短信上全是乔丹的信息，但 Sarah 却根本没有回复。小哥俩正惆怅着，克拉克就走了过来，他还是得根据老婆的意思来和孩子们聊一聊性教育问题。不论如何，15岁的他们是肯定不能做出这种事儿的，成年以后才能考虑，而且一定要尊重女方的意见。克拉克自嘲30多岁煮饭，有着一个好榜样，有任何身体状况或者不懂的问题就来问自己。当爹的简单明了，快速解决问题又不让孩子们难堪，关键是欢声笑语就解决了问题。大老远，克拉克就听到了引擎声。路易斯带来了约翰父女，从今天起让他们接住在家里，也让娜塔莉尝试融入进这个大家庭。哥俩友善地接待了他，对此约翰万分感谢。克拉克帮他的太多了。身后再次传来震颤声，想起安德森的那些话，克拉克这次没有出手，而地底深处正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。这地下搞拆迁的家伙就是毁灭日无疑了。在超人之死的漫画开篇里，毁灭日就是这样破土而出的。这时的他还穿着防护服，并没有进化成后期的刺猬形态。超人之死的经典程度足以媲美黑暗骑士归来，结局的悲壮与凄凉可以参考扎导的 BVS 结局。动画和电影的超人之死都齐了，剧版的超人之死也该来了。不禁想起了无限地球危机的那个电视广告，难不成 CW 早早就想好了？这一集里，军队和政府都希望超人做事更美国一些。21世纪前，超人一直保持着正义、真理、美国方式，因为在漫画出版的时候，世界正处于2战期间，作者用这种方式鼓舞士气。但到了新世纪，这种俗气的方式被移除了。那个年代，作者喜欢把政治加在漫画里；这个年代，导演喜欢把政治加在电影里。只能感叹时代是个轮回。弗兰克·米勒的《黑龟》中，他笔下的超人就在执行美国精神，而蝙蝠侠则是在对抗他这种法西斯行为。多年来，超人的座右铭改了又改，变成了现在的正义、真理、
更美好的明天，让超人摆脱了右翼的身份。而这个过程中，在这一集里体现的淋漓尽致。美方一直想让大超成为自己的武器，甚至说出了把朝鲜核潜艇送回美国领域这种无耻的话。而大超则表示，他效忠的是整个世界，而并非是一个国家。在2001年发布的动作漫画775期中，大超说了这样一段话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话。这让大超脱离了美国方式，但并不妨碍某某的某某高层提出了亨超和本编的行为。作为厕所台近年最良心的 DC 剧集，第2季开篇也是细节满满。乔丹思念 Sarah， 精心打扮并且过量喷了香水，这完美体现了年轻人第一次喷香水的窘境。而大超的超级嗅觉也早早就闻到了这刺鼻的味道。在小镇的周边上有着红蓝2种 T 恤，蓝色上面写着超人拯救了我们，而对应的红色则写着我被歼灭了，所以我得到了这破 T 恤，明显对应了第1季被洗脑的2种人。黑色的超人军应该是对应了超人之死后的超人王朝，毕竟超级小子和钢人都登场了，而那挂在墙上的披风似乎也预示着超人之死的结局。救潜艇这段没什么可说的，搞笑的是大超救的这个潜艇跟海王救的潜艇颜色一样，就强行把它当成一个彩蛋了吧。克拉克和拉娜谈心这块，龟哥也在里头伸着脑袋看直播的。在地震的时候，斯摩维尔小镇正在上映2部电影，一部是2021年的蛛丝马迹，另一部是2015年的挖掘，并且乔丹细节地护在了哥哥和妈妈上面，知道用能力守护家人。地震过后，路斯拿着的刺绣也正是第1季里克拉克拿的刺绣，来历是关于肯特夫妇教导儿子控制能力，最后便是国防部的假超人。第1季中，山姆就提到过异能学校。Go to a special school for kids with these sorts of abilities. That's classified. Wait, there's a special school for kids with powers? 当时飞毛腿泰格就被送到了里面，结果他惊恐地逃了出来。可见又美利坚的一个文化输出学院，目前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能力。不过这里有些疑问了，山姆是4星上将，算是顶天的功勋了，而安德森只是3星中将，为什么能接替山姆的岗位呢？第2季第1集总体下来更多的是在为后续做铺垫，很多家长里短的修复着第1季的各种矛盾。别看大超只是随便救了点东西，总感觉这一点东西的经费比隔壁闪电侠3季都多呀。也因为第1季留下了不错的印象，所以偶尔 talk 几句也没什么大碍，毕竟不是无脑 talk， 不是？还辛苦各位靓仔们点赞支持一下。想到大超又要死了，我的心啊就平静如水啊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